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心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我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是一个自我探寻的一个占卜主题，我们要来看的是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究竟是提前领取了怎样的使命，究竟宇宙有怎样的命运呢？是在你的这一世里面提前为你书写好了，那么你可能要去打开，或者是你要去寻找到这一个所谓的自我的使命，或者是打开你所谓的命运。那么今天呢，我们可能会来看一些你已经发掘的，你已经走过的路，也有可能呢，我们今天会看到所谓的未知，那个你可能到现在还不明白的，或者是说那一部分不知道的自己，可能是有关于你的潜力，可能是有关于你即将去打开的一个新的大门。所以说，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我们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4个不同的能量牌卡里面。那我们从左往右呢，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第4组。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然后呢是第4组。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呢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个蓝纹石，加拿大蓝纹石 OK。 那么第二组牌的朋友呢，今天为你们选的是白蕾丝玛瑙，蕾丝玛瑙，白色的白蕾丝玛瑙。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的是这个绿色的透灰石，它是一个半透明状的宝石，透灰石。然后呢，第4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选的是澳洲红碧玉。好，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我会建议大家呢和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我究竟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有关于我的使命，有关于我的命运，有关于那些所谓的我还不知道的自己，请宇宙呢在这一期的占卜里面给出提示，给出指引。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4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牌，哪一颗宝石在当下有吸引到自己。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些朋友如果你在选牌的时候呢，你对2个牌组或者是一张牌另外一颗宝石同时的都有被吸引到，你都很有感觉的话呢，那么我会建议你2组都点开听听看，因为有可能你的能量，你的信息确实是被分到了2个不同的牌组里。也就是说，你点开2副牌的内容来听，你都有可能找到和自己对应，或者是能够提点自己的讯息。
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揭晓你究竟是谁，又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加拿大蓝纹石。好，那我先把它放在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说你究竟是谁，然后呢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们来为大家去剖析这个内容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通过这个能量的连接所选取的能量牌卡，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牌的朋友的指引牌。那么我们抽到的呢是48号牌，这个是平衡的天使平衡的天使。首先把这个牌第一个能量给我的感应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很强的天使的能量。天使一般都是非常的能够去提供一个指引的。我觉得这个指引的能量来自于你们自己。所以第一个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究竟是谁呢？我觉得你们内心里面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时常也能够听到内在你自己给出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可能是在告诉你应不应该做，这个声音可能告诉你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个声音有可能告诉你究竟这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本身就是有天使的能量显化在了我们这一世的地球。那么第二个，我们知道天使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会帮助别人的这个小天使会帮助别人。所以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今天我看到这个蓝色的光芒这个光是液体的，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在这一世的地球上一定是可能会非常的喜欢吧，或者是很倾向于想帮助别人。也就是说，当你自己好了的时候，当你自己平衡的状态之下，你就很想去服务于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希望能够从你自己自身这里得到的指引，然后呢去照亮更多的人，给更多的人指引和这种平静的蓝色光芒对，这个是我听到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呢，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它其实是在这个金字塔的前方。那么金字塔呢是很强的土元素，带有古老的回忆和记忆的能量。那么这个牌呢就是在告诉我第一组牌的朋友，有可能在你的这一生来到地球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你的上一世，也有可能是你早期这一世可能会经历的，就是会失衡或者是可能有失衡的经历。那么失衡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在生活当中你失去了这个方向感，或者是你有一点在生活当中可能觉得这个生活的方向盘不在自己的手里，而在别人那里，可能会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这个价值观体系在哪里，所以你会听从别人的，或者是说被别人牵着走，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那么这样子的经历呢，反而会让你学习和成长，让你在这一世学会通过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基础，因为这个金字塔讲的是基础，通过一个强大的基础来帮助自己重新回到平衡的状态。只有平衡的时候，只有你生活当中这个平衡可能包括哪些平衡呢？可能是有关于你的人生目标，可能是有关于你的情感生活，可能是有关于你的身体健康，在生活里的诸多方面和诸多层次，它都每一个人有一个平衡点。那么你的平衡点在哪里？是需要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一生来到地球上你要找到的。每一个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都是小天使，你们既是自己的小天使，可能也会有一天成为别人的守护天使。那么这个能量就需要你们自己去找到。那么你们在这一世的地球之上，这个平衡在哪里？关于你的人生目标，你的身体健康，你的情感，你的精神灵性方面，究竟这个平衡点要怎样去分配才是你最舒服的状态，需要你们自己去找到。这个就是我看到关于这个天使的一个这张牌给我的一个信息那么再来呢，最后一个吧，就是这张牌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灵性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很有灵性。那么蓝色的光芒对应的是一个很平静的能量，并不是一个那种像红色很激情很有冲劲，反而给我的感觉很平衡，很多冷静，很多理性，很多思考，无论男女
啊，无论男女。所以我觉得第一排的朋友就是这个我们这里啊平衡的天使给我的一些讯息，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再来呢，我们今天抽到的第2张牌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我正好呢抽到是这个蜜蜂啊，蜜蜂。那么蜜蜂呢，首先吧，我们又看到了蓝色，啊，所以这个同频的能量是很强的，第一组牌的朋友。那么重复的出现，其实它就是在确认一些事情啊。这个蓝色的天空给我的感觉是很有空间感，很自由的感觉。所以这个能量让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空间。空间感来自于你们需要的是自由，自由的去思考，自由的去想象，自由的去寻找。花蜜啊，我们这里蜜蜂嘛，花蜜很多很多的花，但是呢，有些花可能甜味不同，有些花可能味道也不一样。我觉得你们究竟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在干什么呢？我觉得是寻找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那些花朵，那些你想去采摘的花蜜，那些甜蜜的部分。那么这个能量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你们的心理非常的向往美好和美丽。可能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抽到这一组的吧，我觉得你们可能在艺术方面有很高的天分，或者是有很多的这种潜能，或者是你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不一定你从事艺术工作吧，但是我觉得在艺术层面的一些东西，你们一定是非常有灵性的，或者是你们也很喜欢。在艺术方面里面，可能是有关于音乐，有关于创作，有关于绘画，有关于手工啊，有关于手工。我这边看到蜂蜜啊，就是很忙碌。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一生也许你们很忙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有很强的一种使命感，或者是你有一个很想去做成的事情，很想去表达的一个声音，或者是很想去完成的一个作品。那么为了这个目标，可能你们就会很忙碌，蜜蜂。但是这个忙碌我感觉到就是有一种他可能想去服务的这个对象不限定于很狭小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让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就像创作一样，可能他所奉献的这个东西是有关于文化的，有关于艺术的，对吧？我觉得你们所奉献的这个领域或者是想去完成的这个使命，它的能量层级很高，有关于美，有关于欣赏，有关于品鉴。 OK， 这个是这个蜂蜜给我的感觉，可能并不在于说一定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事情。我觉得你们所去完成的这个使命它很高，它的维度很高，可能是脱离了我们3D 世界里面平常会世俗里面理解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什么赚钱啊等等，可能不是这种感觉。艺术可能会高于我们所谓的物质，所以我觉得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对于这一生来到地球有很高的精神追求，你们在地球之上寻找着地球的美，也在品鉴着地球的美。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这个小蜜蜂啊，你看它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阴柔的能量在这边啊，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可能很多人是女孩子啊，或者是女生在这边。那么如果是男性朋友的话，选到这一组，我觉得在你们的能量里面自带很强的阴性能量，它也在平衡着你的阳刚，平衡着一些可能一般我们会理解男性能量那种冲动啊、鲁莽啊等等，可能你们反而是那种很具有女性特质的男性，很会说话，情商很高，或者是说不冲动反而会很冷静，很能够共情，甚至是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还会非常的容易感性，会流眼泪啊，这个可能我们一般会跟女孩子联系在一起，可是你们却有这些特质。你们想要的可能是一种阴柔的力量，去战胜或者是完成你们的梦想。对，这个是我看到的来自这个蜜蜂我们看到一些信息。所以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颜值很高吧，或者是说你们很喜欢美，你们喜欢装扮自己，你们喜欢美丽的东西美丽的房子，喜欢花，鲜花喜欢去艺术馆、博物馆，喜欢去这种金字塔、埃及这种很神秘的古老的遗迹，去探寻古老的文化，从而帮助自己提升你的灵性，补充你的能量，或者是加入到你的创作的元素里来。
好，我们来继续往前啊，我们来看几张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究竟是谁？然后呢，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好，感恩宇宙。第一张牌呢，我们有一个宝剑五的逆位。好，第二张牌呢，我们有一个宝剑三的一个逆位啊，风向能量非常的强。首先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剑五啊，我觉得宝剑五的这个逆位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啊，在我觉得你们的来路不容易。什么叫来路呢？就是一路走过来的这个经历不容易。可能经历过一些别人的否定，或者是经历过一些别人的这种打压啊，可能在压着你，不让你出头，或者是说把你的兴趣爱好，就是有一点像是贬低的意思。因为我们的地球之上，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欣赏一种美，不是所有的人都可能认为美丽是重要的，或者是说平衡是重要的。但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在你的心里，对于美丽的追寻，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生活里的平衡，你们非常非常的在乎。就像我刚才讲，自由啊，你们需要的是自由。自由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并不重要，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很重要。你们想要去完成自己的一条路，走自己的一条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宝剑五的逆位，我就看到这种打压的感觉很强烈。可能一度让大家可能失去了方向感，或者是说不敢去追寻自己想要去做的那件事情啊，归顺于一个大众的声音，或者是归顺于某人给你的要求。但是呢，我看到啊，这一世的地球里面啊，来到这一世，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些斩断。宝剑三的逆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痛定思痛的去看，甚至这个觉悟和觉醒伴随着心痛，伴随着背叛，伴随着你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个打破，认知上的打破。可能你会觉得有些人啊，他们可能跟你的关系很亲密，或者是说很爱你啊，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可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啊，我这边给大家一个例子，可能原生家庭里的人也是为你好，希望你能够走上一条稳定的路。可是你的心里稳定对于你来讲可能并不是绝对的重要，而你要的是空间感、自由感和艺术感。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宝剑三的逆位，它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必须得违逆或者是反其道而行之，才能够追寻真正的自己。就好像在走上自己的道路之前，你需要蜕一层皮，去勇敢的追寻你心目当中的美丽和自由，去勇敢的去追寻生命当中的你的那一个核心的东西。这样子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力才能够有这种重点，才能够有集中力，你才知道自己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你才能够去完成它。当你做的这个事情你自己都不认同，你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一世会有一次巨大的觉醒，巨大的蜕变和巨大的一种反叛的感觉。这种反叛使你能够走入自己属于你自己的道路，或者是能够让你真正的去冷静的思考，去斩断一些业力和关系，去让你真正的意识到，清楚的想清楚，就是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讲它很重要，什么东西可能对于你来讲是一种枷锁。所谓的一个背道而行，对于你的这一生来讲，可能它是一种命运的揭晓，就像一扇门一样，只有这样子的去痛过一次，或者是你需要去斩断一些东西，你才能够真正的走上我们这个属于你的路。甚至有些朋友在你真正走入自己的命运之前，揭开自己的命运之前，你甚至可能会有一点颓废，或者是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能让自己提起兴趣，可能你会有一点就是不忙，然后你也不知道做什么，或者是你觉得每天生活没什么意义或者是说有一点就是很闲。但是一旦你找到自己的使命，一旦你开始知道你想做什么，或者是你找到了生命当中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平衡，对于自己来讲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东西可以放一放，你就会开始非常的忙碌，你会觉得时间根本就不够用。而且呢，我看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频率
我觉得是非常的温柔和温和的。这个小蜜蜂其实它的这个震动的频率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能感觉到，就像你的东西，你的作品的声音或者是你的存在，它其实有很强的存在感，但是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就像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存在好几个维度的一个能量，你的能量更加的高频，它不是一个生存有关的东西。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不关于生存不在最底端的那个能量，不关于生存，你们的能量关乎于对于美的欣赏，对于艺术的追寻，对于自由的理解。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个我们在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你们需要走上去，你们需要走上去，你们需要走入那一个能够欣赏你们的族群，或者是走入一个属于你们的圈子，你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的，我觉得是灵魂家族，找到自己真正心有灵犀契合的伙伴们，来一起完成，或者是大家独自完成自己的作品都可以。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的我们今天的一些能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为大家抽几张关于这个你究竟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们来抽2张牌卡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具体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的能量来看一下。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究竟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感恩宇宙。好，我们这边出现2张牌好，第一张牌我抽到了风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那么风元素跟大家的这个能量的连接非常非常的紧密了好，然后我们来看第2张牌 Shadow 阴影阴影 OK。 首先呢，来给大家讲一下风这个元素吧。风这个元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是有关于呼吸嘛，就是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空气，所以风的这个元素呢，看起来好像存在感很弱，对吧？它很轻，但是呢，风象元素很重要。就好像我们在讲我们人类和其他的动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可能在乎于我们会思考，我们会说话，我们很在乎沟通，我们很在乎交流，我们很在乎一些动物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比方说艺术，比方说意义比方说我们所谓的命运。我们不仅仅要活着，我们还要活出自己，活出自我，活出真我。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和一般的动物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这边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本身你们来到这一世的地球这个天使的能量，它就注定了你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想的事情，你所关心的领域，可能跟一般的地球人他不太一样的。所以首先我觉得你也需要去包容自己，或者是说能够认同这个自己。那么第二个呢，有关于风象元素其实风象元素呢是一个非常会思考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思考，你们需要有自己的一个方式，有自己相关的思考，而不是说听别人的。你们可以去借鉴，你们可以去跟比方说一些作者和伟人去通过他们的书，他们的演讲，去跟他们去对话思想当中去碰撞，但是最终你得需要有自己的声音，有关于自己想要去做的决定，自己想要做成的事情，以及自己想要去表达的种种。所以呢，艺术创作、文字创作、沟通表达将会是我觉得这也是来到地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你们会通过这个事情在地球上找到你们的根基，找到你们的平衡，找到你们的所谓的这个使命。那么再来呢，这个 air 这个风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关于自由了。那么自由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讲很重要我看到这个风象元素已经在这里重复出现了很多次很多次。那么自由对于你们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让自己摆脱一些东西？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真正的自由，也是你们要去寻找的一个方式，也是你们要去学习的一个课题。那么在这里，这个方式以及通过什么样子的方法找到自由，我们看最后的一张牌，就是这个 shadow 阴影。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
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我们所谓的阴暗的和丑陋的一面，这个有关于自己，也有关于别人。就像我们人性里面，可能每一个人都有阴暗面，或者是每一个能量在地球之上，它都有阴暗面。因为我们的地球是一个两极能量，对吧？两极有阴有阳，它是两极的能量。那么在平衡的这个能量里，你是天使，你是平衡的天使。我觉得你们需要去学会综合，也就是这个阴暗面的能量。这个阴暗面的能量有的时候可能会带给你灵感，有的时候可能会带给你一些，我觉得是一些刺激，有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把你们带到一个黑洞里面去，让你们出不来，让你们想不通，让你们很恨，让你们很气。但是最终第一副牌的朋友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觉得你们需要去把黑暗的能量转换成对平衡的理解。OK， 黑暗的能量啊，我们这个黑暗的能量有的时候呢是认知上的东西，就是当你一旦认知上理解了这个黑暗，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黑暗，每个人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有自私的一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包括你自己。那么从对自己的一个全方位的认知、全方位的理解之上，你将认识到更多的别人他们的行为为何而做，为何而说，为何会如此，进而进一步的去融合。我觉得是进入到你的作品里，进入到你的艺术里，进入到你的工作当中，进入到你的学习里面，你将对这一世的人生有更深刻的体会。来到地球上，我们不仅仅是学习地球的美丽，地球的好，对吧？地球的丰盛，我们也要去经历和学习可能地球的阴暗面，地球里可能存在的不好，地球里面可能存在的影子，对吧？光和影子是同时出现的。所以我也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在你的使命里，在你的命运当中，对于阴暗的理解，可能它会融合成为你的经历，可能会成为你一路走过来的来路。但是你的归路啊，我觉得就是你要最后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最后会蜕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将会是超越这个影子。OK， 超越这个影子，我觉得是更加完整的去拥抱这个自己。我们在讲那个灵性当中有一个能量是 wholeness， 完整，完整包括的是阴影，包括的是阴暗的一面，包括的是自己所有的一切，所以更加全面的包容自己，更加全面的去理解自己，更加全面的去理解我们的世界，也会是这一世当中，我觉得你来到地球的一个功课，也会是你的成长最多最大的一块，好不好？ OK， 这边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为大家所连接你究竟是谁，然后呢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相关的信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能够为大家带来指引也祝福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早日的蜕变，祝你们找到生活当中的平衡，祝你们成为自己的天使。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呢选的是这个白蕾丝玛瑙。好，先放到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内容是你究竟是谁，然后呢是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今天呢我们会来探讨一些关于自我的探寻，关于不知道的自己关于我们的使命，关于我们的天命，包括我们的命运这些话题，来看一下对于自己的一个认知范围，我们现在连接到宇宙的内容和你当下的自己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不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还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做一个查漏补缺。当然了，也有很多内容可能会和你现在有很多的同频和一致。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抽到的主能量牌卡，也是我们今天的指引牌。那么我抽到的呢是43号牌这里是有一个男的，他手里抓着一个金币，抓得很松，金币很大金币很大，抓得很松。这个能量它有几个不同的能量点吧，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说，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究竟是谁呢？我觉得这一生你有一个很好的在地球上生活的基础，这个基础呢是跟物质有关的。我们是一个3D 的世界，我们的这个地球是需要物质的，我们是土能量，对不对？所以我看到首先你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经济基础，
这个经济基础的来源有可能是从你的原生家庭那里获得，也有可能是从你的能力、你的业务能力啊、你的这个工作能力、你的学习能力等等诸多方面啊，来可能会是那种平步青云，或者是让你能够去不断的往前走，让你在这一世的地球啊，所谓的你的这个年轻时期积攒很多的金钱，积攒富裕啊。这个是我看到就是第二副牌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一世啊，我觉得你们的财运很好，无论这个财运是来自于出生，OK， 还是说这个财运是来自于后天你的勤奋和努力，但无论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这一生就是很有那种钱的感觉啊，你很富裕啊，我觉得你这一生是富贵的命运，或者是有那个很多钱的一个这个命啦，对不对？好，第二个能量呢是有关于这个我看到就是说他这个男性其实不仅仅是针对于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是男生的话选进来，女生朋友也同样的一个能量啊。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的他拿着金币，其实象征的是一部分你自己的能量。首先我看到在你的能量磁场里面，男性和阳刚的能量本来就比较多，说明你们可能是那种有思想，然后呢会把你们的思想主动的去实现的一群人，就是我们在讲很多的行动力啊，很多的行动力，很多的那种想把命运或者是想把这个物质的基础抓在自己手中的人，而不是被动的去生活啊。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都看到这个能量。第二个呢，当你有了资源，这个资源可能是钱，可能是人力资源，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资源，就是当你有了资源，当你有了足够的资源，我看到你的这一世的地球啊，就是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觉得你会更加深度的、更加长远的去发展自己的心愿。这个心愿有可能是你上一世想做成的事情，但是基于没有足够的金钱或者是条件没有做完。那么这一世当你有了这个财运，或者是有了财富，有了资源以后，我看到很多朋友会进一步的去做好、做大、做成。那么第二组牌的朋友，看你们想去做什么事。有些事情就是有一些事情它确实需要很强大的金钱作为铺垫，才能够去走入那一扇门。那么有些事情呢，可能就算没有那么多的金钱铺垫，也能够做成，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一个好的原生家庭，这个好可能是我们现在指的物质层面，一个好的，比方说工作，或者是一个机遇，或者是一条路能够让你去赚很多钱，这个东西其实是宇宙在这一生这一世给你的一个礼遇，给你的一个馈赠。那么你要好好的去把握和利用这些金钱和财富，为己所用，或者是我们在讲为己所用，这个己包括的是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一个使命。OK， 所以我看到很巨大的成功是蕴藏在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命运当中。这个成功就是我刚才讲你想做成的这个事情，你想把金钱变换成什么样子的意义、目标或者是价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看到就是当前这张牌给我的能量，就有一些朋友你这一生的命运当中可能会遇见金钱嘛，这个金钱我刚才前面讲的是2种方式，但是还有第3种方式这个钱财，第3种方式是来自于他人的帮助。这个他人把钱给你，或者是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跟钱有关的、跟理财有关的很好的建议，或者是一个老师的话或者是一个疗愈者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的命运当中这一世会遇见这样子的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将打开你的财富之路。那么这个贵人因为这边我看到就是说有可能这个人是理财方面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人也有可能跟你有情感上的一些连接，因为今天我们出现了这个性别能量他是一个男性能量，所以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一个男性，他很有可能是这个工作当中，或者是在你生活当中，甚至跟你有可能是有感情的连接的
这个是我看到这个第一张牌啊，我们这边看到了3个不同的能量点，对吧？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他的啊，今天还有2张牌要给大家，这个是我提前抽好的，关于你究竟是谁啊？我们的第一张锦鲤，哈哈，这个第2张海豚啊，第2张是海豚，我觉得这个同步的能量非常的强烈。第一个啊，就是关于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面，关于你究竟是谁，有很多的水。我们在这个很传统的能量里面啊，可能这个水和钱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会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你的这个财运啊，在这一生这一世你显化在地球，你的财运很好，无论是我刚才讲的1、2、3哪一条路径来实现你的财富富裕的之路的话，我都觉得你这一生这一世有命运当中啊，你的命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钱财，能够让你过上好的生活，能够让你去享受这个地球当中物质层面里的很多的美好和丰盛 abundance。 而且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你既有机会去收到金钱的机遇啊，就是跟钱有关的机会，很多的机会，同时你自己也是金钱变大变多的一个契机，就是你既是有可能收到贵人给你的跟钱财有关的机会啊，同时你也会是别人的贵人。因为当你做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啊，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比方说啊，可以做到这个公司的高管那么你就有机会去提拔人才，对吧？你有可能提拔人才，你有可能去把这个好的赚钱的机会啊，就是告诉更多的人，帮助那种跟你一样志同道合，帮助那些跟你相似，帮助那些有抱负有志向的青年，对不对？所以你也是金钱机会的提供者。那么第2个呢，可能这边有一些第2组牌的朋友啊，你这一生来到这个地球，你也有可能会显化成一个企业家我这边看到有很强的一种企业家的能量，就是说你需要这么多的金钱钱财作为你实现你的志向，实现你的目标，实现这个价值的一个基础。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要把某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或者是做大做好。钱不仅仅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手段，它是你做事的一个方式和这个工具。所以钱财是怎么样围绕着你，并且从你这边流淌所以你是一个有点像是那种可能这边第2组牌的朋友，你跟财神的能量连接还挺深的。也许很多第2组牌的朋友也是对钱很有感觉，是不是你们对这个金钱的这个理财投资很有感觉。你们喜欢这个比方说这个财神你们觉得财神跟你之间连接很紧密你也每年会去拜财神跟风水跟财有关的事情你也很注意你也非常的关注你也很有感觉这个是我看到的经历。可能有一些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喜欢养鱼可能会喜欢养鱼，你们对那个金鱼特别有感觉，喜欢金鱼喜欢金鱼。我这边看到锦鲤的能量它给你的这种心态上的一种好运，这种机遇性这种美好的丰盛的能量跟你自己的这个本身的磁场非常的契合。还有一些朋友我这边看到就是也许对于钱财这个事情，你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一种实现，来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财富的自由，来解决贫困，或者是让大家认为钱它并不是一个好或者是不好，它只是一个手段，只要掌握了赚钱的方法，你就可以拥有财富和自由。也许这也是你的一个理念，所以你也有可能在金钱方面充当导师，就有些人是教别人赚钱的嘛，对不对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在这个地方这个什么金融精算银行体系可能也会是你的这一生来到地球你想去做的这个事情。毕竟在我们的地球这个钱的事情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能量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来看第2张牌。第2张牌呢是海豚，这边我们看到是亚特兰蒂斯。可能在我们远古那种高度文明的社会里面，我们所谓的科学技术无穷无尽的发达非常的高度文明。也许在那个社会里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金钱，没有所谓的这个金币去交换这个概念，因为物质已经丰盛到一个绝对值了，大家不再去追求物质，我们只是去高度的追求文明和精神。
在那样的世界里，金钱可能它只属于我们的地球。所以我刚才讲的话，这个金钱，对吧？也许对于你来讲，它只是一个你来到这个地球里去尝试，或者是去实践，或者是实验地球上的这个通货方式，或者是交换方式。而在你的能量里面，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可能是把高度的文明通过金钱的手段来实现它。亚特兰蒂斯，我们知道这个国度里面有非常高度的科学可能包括我们的现在会讲的AI 呀、电动车呀、无人机呀，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现在非常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出现的一些新的名词，以及会和我们的未来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能量。这些对于我们来讲很深很新的东西，也许对于古代的高度文明来讲，它都是已经是很成熟的，或者是早已有，或者是比这些更高级。所以我看到可能第二组牌的朋友，我刚才讲，也许你们是企业家，就你们可能会在这个高科技、高度文明的领域里面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把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些点子是从高度文明的这个国度里面带来的点子，放在我们的地球，让我们的地球实现它的这个能量的升级，让我们的地球可以再一次的进入到更加高频、更加我们所谓的高度文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来。所以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智慧，OK， 你们的智慧也是不可小觑的。而你们的智慧层面不仅仅体现在精神和感情方面，你们的智慧和我们的地球紧密相连。你们是财富的守护者，也是财富的创造者。我觉得更加的还有一个能量，就是你们也是财富的一个运用者。OK， 所以我看到就是这个第二个能量，我们所谓的 dolphin 海豚嘛，你们非常的在这一世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非常的有这种情商，很会沟通，很会表达，很会抓住机会，因为你们的眼光，你们的洞察力很好。我看到你们可能会读很多的书，有很好的文化教育这样子的机会。无论这个文化教育是从父母那里得到，还是自己去学习，我都觉得你们可能是很会学习的人非常的会倾听，非常的会会看，眼界眼光非常的独到。再一个呢，我还听到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嗓音，非常美丽的嗓音，可能这个嗓音你们会用来做演讲，这个美丽的嗓音可能会用来我们在讲唱歌演唱，或者是这个嗓音你会用来通过日常里面跟别人的沟通，让别人一下子听到你的声音就能够喜欢上你，记住你，对你印象深刻。嗓音好听还会说话，这样子的人谁不喜欢呢？对不对？好，我们这边看到这边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能量还有2个，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塔罗了。我们来看一下你究竟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们进一步的来探讨一下。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好，感恩宇宙，请你告诉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究竟是谁？好，我们今天有3张牌，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究竟是谁呢？哇，火元素6，大皇帝，哇，这牌真的是金币骑士这个是我们这个现场抽到的3张牌，真的是关于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非常的，我觉得你们这一生这一世应该过得挺开心的呀可能在这个生活层面我觉得有很多开心的事情，有很多我觉得过得也很精彩，可以这样讲首先呢，就是这个权杖6了。这张牌呢，我看到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在生活当中，你们的生活比较接近于那种女皇或者是皇帝。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看到你们人气很高，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抱负，这个火元素就是有很强烈的一种影响力。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勇敢，相信自己的力量，也相信自己的一个实力。火元素6可能会在你们的这个领域里面就是经常可以去征服并且成功。成功是你的代名词，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你很成功，大家非常欣赏你非常的尊重你，
然后呢都非常的喜欢你，你呢也同时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具有保护欲，可能你也是一个很大方很慷慨的人，你不仅仅提供的是钱财或者是物质方面的一个贵人，别人的贵人，同时呢你也有可能会成为人家的精神引导者你可能会激发别人，或者是你会引领别人你会给别人好的建议，对不对？当然也有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会收到别人好的建议，所以这个能量是相互交流相互的互换，你收到了你再把它散发出去，你看我们这里丰盛是通过你并且在你的周围，那么你传出去你就成为了丰盛的导管，你又把这个丰盛流出去了，这个能量就是一来二去流出去再流回来，所以你在丰盛这个地方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越来越足，也是你越来越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第二个能量是大皇帝，我觉得这边很多朋友你们会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这个帝国包括你的家、你的公司、你的团队、你的朋友圈我觉得这边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圈子，在这一生这一世，这个圈子里面你非常的享受是别人的拥戴，你也非常的享受的是可以去保护那些人，所以在你的这个这一生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大家过得非常的高光，过得非常的精彩，过得非常的自信，过得也非常的勇敢，在勇敢的追寻着自己的梦，在勇敢的去实现自己想实现的东西，所以这一生这一世比较像是大家实现理想的一世可能曾经因为资源的匮乏，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限制了你完成，但是这一生这一世，我觉得你们已经理解了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地球当中可能有些事情你需要去做，就比方讲赚钱这件事情，可能不能够去回避物质当中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早早的就在这个地方已经学习好了，或者是继承好了，所以你可以去在这一世里面去完成自己想做成的事情，去做成你想成为的那个人。那么我们的第三张牌呢是金币骑士又是这个又来到这个钱，看这个金币再一次出现了，但是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等到你们再往后走，当然看你们现在听这个牌组的时候是在人生的什么阶段我会觉得最后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会把你们的钱散出去，给出去，送出去，意思就是说你们最后呢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很有热情，这个热情在你们的心里，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热情是外放的，但最后呢当你沉下来，热情是在心里，而你为人处事给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的，是值得信赖的，是值得尊重的。这个钱财散出去的意思是说，最后呢你们可能会跟人分享你们的财富，你们会用钱变成一个价值的意义比方说我们在讲的一些实现什么电动车呀，什么新能源呐，那么这些东西最后是什么？造福人类，造福很多你想去帮助的一个对象，不仅仅造福人类，可能也会去造福我们的地球，因为我们这里很强的土元素，你守护的是土这个能量也就是说你会照顾这个地球。水，我们今天水是你的手段，但最后呢你是回到土，把元素最后归到土里面去，回到土里面来，就是回馈给我们的人类，回馈给我们的地球。所以你最后可能会是一个慈善家，也有可能呢你最后会成为一个老师或者是疗愈者，我们的这个土元素的一个骑士。你的志向，你的理想也非常的大慢慢的用你的方式最后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完成了你想去实现的，你所领的这一生这一世关于你的使命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从塔罗里面看到的信息。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祖先当中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你究竟是谁。我们的最后两张牌，今天的占卜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你究竟是谁呢？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还有没有什么来自祖先的能量可以给出我们的指引好，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是 Innocent Purity，这个是马儿和猫的故事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说，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一群，我觉得心很大，
心很大。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愿意去交朋友，你们对于新鲜的事情，或者是对于自己生活当中还不明白还不懂的事情，非常的有好奇心，也非常的想去探索。对于很多事情啊，这边我看到就是除了我觉得是勇气，因为我们这边有骑士嘛，除了勇气，我也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很强的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好运，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心很大心很宽，就是你们愿意去接受很多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和事。那么当你愿意去接受不同的人和事了以后呢，你就会有更多的容纳，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去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就是如果你的心很小的话，你的世界其实就很局限。而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心很大，你们的这种心很大的能量，就算有的时候啊，可能会被一两个人，比方说误用，或者是他们可能会伤害你骗你，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一两个人而改变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看到就是你这一生这一世啊，你的贵人运绝对要大于你的，就是会遇到小人这个能量，小人也可能还是会难以避免的有那么一两个，但是总的来讲，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保持这样子的一份纯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探索欲，保持对美好事物的信任，那么你的能量将吸引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朋友，不一样跟你有连接的人我觉得是来到你的世界，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大，你的关系网会越来越大，而你能做成的事情也将从这些人里面我觉得是给你灵感也好，或者是你找到自己的使命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是要学会这个土元素嘛，也是要学会去疗愈自己，学会去从比方说错误当中走出来，学会去从吃亏当中走出来，去勇敢的追寻自己的梦不要停下来，继续去争，继续去我们所谓的向前走。我们今天有很多马，代表着远征代表着路途，这个路途这个路径对于你们来讲才是最精彩的，而最后的目的地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们一定是可以打开这个财富和丰盛的，这一生这一世你有这个命运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就不要停下来，继续往前，继续去看这个所谓的平原，去看远处的山，去走到海边，无论是哪里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你的心会越来越大，那么你的这个所谓的眼界也会越来越宽，最后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牌。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究竟是谁呢？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我们这里是一个祖先的能量好，我觉得是这张牌。你看我刚才讲吧，这个是声音。刚才我说过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有很好的嗓音，无论你们现在自己是已经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美好的嗓音，我觉得它会让你在这个这一生这一世吧，我觉得会带给你很多的好运。首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这边还蛮适合做演唱者这个音乐相关的这个歌手。第二个呢，我刚才也讲过，声音能够带给你想要的平台和舞台，你需要通过你的声音去表达你的思想，表达你的心愿，表达你的志向。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会建造起自己的舞台，你会形成一个舞台来吸引和你同频，或者是吸引这个拿着金币的人向你投资。你将打开自己的一个新的大门，你会在新的大门里面去游走打开自己这个我们所谓高度文明，或者是打开自己的这个土元素的疗愈之路。最后呢，你也会用声音，我觉得是用声音的方式，把你的此生所学，把你的这个一生的智慧再一次的传播和传递给更多的人，来实现你终极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这一生应该是精彩的。如果现在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已经在这个路上的话，恭喜你们，祝你们好运，希望你们继续前行，不要停下来。如果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听到这一组觉得自己还没有打开这扇门的话，那么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来自祖先的这个提点innocent， 记住自己的初心，保持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地球的爱，去继续往前走，继续去接受更多的人更多的事，去走更远的路，打开你的眼界，那么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丰盛的大门，去打开属于你这一生的富裕的一个命运。
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关于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究竟是谁？那么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相关的所有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绿色的透灰石，这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宝石啊，很漂亮的。有一点发那种灰色啊，这个绿色它不是那种很亮的，是有一点带灰色的绿。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主题是说你究竟是谁，然后呢你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们今天要来连接的这个内容呢，可能是关于你的使命，可能会看到你的命运，也有可能我们会揭开一些你还不知道的有关于你自己。所以呢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指引牌，第3组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抽到的是 community 这张牌呢，它的这个中文翻译的话就是一个社区。那么这个牌啊，它传递过来的能量啊，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就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团队，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圈子，进入到属于那一个族群里面去。我觉得对于你这一世来到地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从这个能量去透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多交朋友啊。我觉得这一世的地球，我觉得你可能会想多交朋友，多认识不同的人，多去看一看不同的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跟自己有什么不同，或者是他们跟自己有哪些地方非常的契合。在不断的去遇见，不断的去相遇的过程当中，找到特别跟自己契合的人，那么这些人将和你一起，我觉得是完成你这一世来到地球的一些想要去达成的心愿，可能是有关于你的，比方说感情生活呀，比方说你的这个朋友圈呐，就是去玩啊，对不对？那么也有可能是有关于你的事业，有关于你的这个学业 ，OK。所以这个地方既有我们个人的一些能量，也有关于我们在一些我们所谓的正式的职场的呀，或者是学业方面，可能都是需要一些人。需要很多的人我们这个3，它不仅仅是数字3，它代表着多，也就是说有一些人，有一群人要跟你一起，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创造这个丰盛，完成你的心愿，达到你的这也是来到地球，我觉得是最快乐最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又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这一世来到这个地球吧，更加关注的是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找到跟你同频的人。那么我们在讲频率的时候，它不是可能物质层面的它更多的是在指向精神层面的，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想法里面的一些东西。那么找到跟你同频的人，走入同频的这个圈子里面去，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也许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自己很喜欢交朋友，或者是你现在可以看到自己其实对于不同的人你有自己的思考。也许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很中立，意思就是说不容易带着偏心，或者是说一定是偏向于谁，而是我看到你们可能很中立的一个思考，可以看到某些人他的优点他的缺点或者是他的不足或者是这个人他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不存在好坏。而你的这种很中立的一个态度吧，也能够把你带到一个跟你适配度非常高的一个族群里面去。有的时候呢，我们走进不了一个圈子，或者是融入不了一个集体，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强大的一个价值观体系，就是会把我们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我们越执着于某一个能量，那么对于其他的能量，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就会越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也能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属于那种关于你究竟是谁我觉得你其实对于很多事情它可能未必那么的黑白分明。可能第3组牌的朋友有的时候你会走在灰色地带，就是你可能朋友当中有些人他可能很 popular， 很这个大家都能够喜欢他，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交到一些朋友，可能很多人都不能够赞同，都不能理解他，但你仍旧能够跟他成为朋友，或者是至少是能够去倾听和理解。就算不能成为朋友，也许你也能跟他沟通和交流。所以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中立的能量就是思想当中的中立，以及这种冷静的情绪，或者是冷静的一种思考，
也是你在这一世的地球当中，我觉得是你自带的一些能量。好，再来呢，我们看到这张牌啊，还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信息呢？就是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可能在这一世的地球当中，我觉得你非常喜欢人群啊，喜欢这个圈子里，或者是喜欢人多的地方。比方说喜欢 party 啊，喜欢派对，喜欢活动，喜欢展览，喜欢电影院啊，或者是喜欢去参加活动，或者是喜欢去参加一些大型的展览，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选择的职业本身就跟大型的活动展览可能是相互挂钩的。甚至有一部分朋友第3组的，我觉得活动策划可能也会是你们的一个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可能在你小的时候啊，比方说读书的时候啊，然后你长大之后可能都对活动策划呀，或者是班级里的一些活动啊特别的感兴趣，包括宣传方面的啊，因为在这种活动当中呢，你就可以完全的去把自己的能量给展现出来。因为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能量是连接键或者是中间人，你承载着连接的力量。什么叫连接的力量呢？就是你在中间啊，你认识一个人，然后呢你还认识另外一个人，但是这2个人都是你的朋友，可这2个人不认识，通过你的连接，这2个人可能会相互认识，而你们3个人变成了一个更加大的一个群体，这3个人在一起，你们能够做成更大的事情，完成更大的这个项目，或者是把你们本身能够去发挥的这个能量啊，成百上千倍的去扩大。这个也是第3组牌的朋友非常关键的一个能量，关于你是谁啊，你是一个中间人，你是一个连接力。所以我刚才讲过，比方说物流方面呢，贸易方面，对吧？把这个西方的东西卖到东方，把东方的东西卖到西方，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有传媒呀，有这个国际贸易呀，对吧？网购平台呀，或者是说传媒呀，对吧？从一个点发送到很多人的那个家里面去啊，别人手机的这个电子终端都能够收到这个信息。传媒呀，包括中介呀，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我看到这个能量啊，也许你会很喜欢酒吧，很喜欢这个餐馆，也许你自己就是酒吧的老板，餐馆的老板，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地点啊，我觉得是完全能够发挥出你的特长，发挥出你的优势，还能够让你去完成就是这一世地球，我觉得这是一种形式，你体验生活的形式。来来回回的人，来来往往的人啊，然后你在中间起到这种连接的作用，传递着你想传递的信息，表达着你想表达的情谊。这个是我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能量，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牌卡当中所传递出来的。OK，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提前给大家准备的其他的牌卡啊。好，那么第一个能量呢，我们看到是你是谁啊？那我抽到的呢是这个凤凰。那么第二个关于你是谁呢？第3组牌的朋友，我抽到是老虎。我抽到是老虎。那么今天的这2张这个动物的能量啊，就是我们这个灵性动物的能量，我看到是什么呢？首先第3组牌的朋友，你究竟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第一个能量有关于赋能 empower。也就是说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啊，我觉得你很享受就是自己的能力的提升，你很享受可能是这个阶级里面认识各种各样的人，自己走上去。什么意思呢？可能你自己比方说，因为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大家对应一下，可能每个人来听到第3组牌的朋友都是来自不同的生活的环境和圈子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点，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点，这是我们的坐标，这是我们现在生活里的一个坐标。但是呢，我看到就是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吧，其实你要做的就是连接，连接的是什么呢？上下和左右，你在中间。那么上下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你在这个中间，你想遇到比你阶层更高的，你有机会遇到他们，你也会遇到可能阶层比你低一点的人，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是中间人，所以你会交换他们的信息，交换他们的需求。作为中间人的话，你在这个中间，我觉得是不断的去吸取。比方说这2端的人他们的需要，你会很清楚的看到，然后呢，你在这边做一个交换，做一个融合，做一个连接，你可以使我们所谓的上下2端的人，他们可能都能够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都能够受到这个恩惠，受到帮助，那么你在这个中间也会非常的快乐，因为你不仅帮助了上面的人，你也帮助了下面的人，而你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不断的去越界，不断的去往前走，你能够去交换的这个东西也会随着你的这个能力的增强而越来越大，而越来越厉害。所以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不仅是在中间的位置，你还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呢，不断的去向前，不断的去向上，这个就是我看到关于凤凰的能量。你的这种火元素啊，其实你是在向上的，但是你在不断向上的过程当中，你一直都是一个感觉是中间的那个轴，你在不断的起着润滑的一个作用。这个可能是有关于你的工作或者是学业方面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的工作有关，而且很大程度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工作和你现在我看到自带的这个很特殊的能量会紧密的相连。如果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已经在做中间人这样子的工作，那么这个中间人，刚才我讲过很多的具体的一些例子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做中间人这个能量的话，但是你又很想去找到自己究竟什么地方会是你自己发光发热的点，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做中间人这样子的能量。你不是能量的首端，也不是能量的尾端，你是中间端，你要做的是交换你要做的是交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凤凰，你要做的是创造力，怎么样去通过你中间的这个能量把首端和尾端的能量进行交换，从而去扩大这个能量它所带来的影响力。那么作为中间人你就需要去有很强的包容心，你也需要让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思考，我觉得是很自由，你得有独立的思考，有独立的思想，你才能够去有更大的心去看到无论是上还是下，还是左还是右，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的能力之所在。那么这边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刚才我又看到一个能量，比方说我们现在知道的猎头，对吧？就是帮别人找工作的人，可能也很适合你，对吧？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去找到工作，而你呢能够认识到比方说其他公司需要什么样子的人才这个是我看到的凤凰的能量那么第二个呢，有关于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究竟是谁我们看到的是老虎。老虎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能量老虎其实一般是比较独立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牌是一个团队的，是不是？是一个社区的。但是这个老虎呢，今天所强调的能量并不是它的独立性。今天老虎的能量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它强调的是一个宇宙的时辰，也就是跟时间有关。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的这一生当中，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时间对于你来讲很关键也很重要。你需要去在这个时间的流淌当中去相信自己的能力，去找到自己的社区，这个东西寻找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刚才就讲嘛，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如果你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非常好恭喜你们，那么你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如鱼得水，你一定会在这个地方越做越好。刚才我讲过，你会不断的往前，不断的向上。那如果说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社区，你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的话，那么你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命运打开的时间它不一样。我们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子的人，他需要契机，他需要天时地利还有人和。所以这个老虎的能量出现在这里呢，其实是给一部分我觉得当前可能还没有走入自己真正的社区，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属于的那个地点的一些朋友。宇宙在这个地方告诉你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这个寻找的过程需要你独立的去完成，就像老虎一样，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价值，然后呢不断的去前行，不断的去探寻，在丛林当中。那么这个丛林呢，我们要打个引号，我觉得这个丛林很多时候讲的是人这个是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人，那有些人呢可能跟你就不契合，有些人呢你可能就走不进去，有些那个圈子你走不进去，但是你要相信，你不断的去探寻，不断的去寻找，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圈子，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它属于你，就像老虎一样，而且这个平台相对很大，因为老虎呢是丛林之王，对不对？他最后是走到他
我们所谓的这个很上的一个位置啊，它并不是停留在下方。它如果想跟很多人一起玩的话，比方说丛林里面，它想跟什么小兔子啊、小老鼠啊一起玩，不可能的。所以你需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并且把它给显化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回到第一个能量 empower。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你不断的去了解自己。去了解自己啊，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子的人，想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在你的思考当中，你的价值观体系，你所认同的东西究竟有哪些？你必须得自己先强大起来，像凤凰一样，可能有一次这样子的蜕变，有这样子的一次巨大的升级和转型，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在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宇宙的时间里面成为这个自己，从而你能够走入属于自己的圈子。这个也是你这一生当中，我看到你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很有意义，它是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打开自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它的终点啊，是走入属于自己的圈子，打开自己的圈子。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现在我们来抽2张塔罗牌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究竟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里的内容啊。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宝剑十，第2张牌呢是权杖2。第3个牌的朋友，你究竟是谁呢？宝剑十的能量啊，我看到的是结束，一个彻底的结束，一个彻底的，我觉得是打败自己过去思想、过去思考的一个结束。那也就是说啊，这个 community 给我的感觉呢，在告诉我第3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需要离开一个圈子，走入新的圈子。你可能原生家庭给你的圈子，或者是你在读书啊，或者是你在这个生长的环境里面的这个圈子啊，它未必是你真正会落脚的地方。在这个圈子里，也就是在原来的那个圈子里面，可能你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和他们意见不合，比方说和他们思想不能够达到同频和共振，也就是说你成长的地方，那些人的想法，那些人的见识，那些人的这个思想里的一些东西啊，可能跟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沟通的。那么在那个地方，你可能觉得自己受到捆绑，你可能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自由可言，你被束缚着你被束缚着。我们这边看到啊，10把宝剑非常的扎地啊，就是动弹不了了，都是剑，没有地方，没有空间，不能够呼吸。那么这个时候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需要去彻底的蜕变和飞跃，凤凰转型，所以你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有压力的地方去挣脱一些东西，你需要去改变。我觉得用改变这个词可能还不够准确啊，我觉得是挣脱别人给你的一个思考，就是他们希望你怎么想，但是那不是你真正的想法，那不是你的思考，所以你要挣脱他们。那么挣脱的过程可能需要你的自我的觉醒，需要你在其他的地方去学习，或者是通过我们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现代的媒体啊、老师啊、贵人啊，以及你自己对于一些事情你自我的理解，你内心当中告诉你的声音，去让自己了解到你究竟是谁，你是怎么想的，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你怎么想。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挣脱，不断的去让自己我这边甚至看到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反叛去抵抗某些人给你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束缚。那么在他们的眼里，可能你是一个背叛者，因为你不赞同他们的想法，你不赞同他们告诉你的那个原来的东西，所以你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宝剑十，
你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彻底的去把他的这个声音给灭下去，就是或者是把它消灭掉，你才能够我们这边看到凤凰涅槃重生，那才是你自己，你才能够重生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重生之后找到自己的圈子。那么第二个能量呢，就是这个权杖2，我看到是一个新的自己第三组牌的朋友，一个新的自己已经出来了已经出现了。那么天高任鸟飞，当你长大以后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当你长大以后，有无边无际的世界，有无边无际的这个太空，以及我觉得思想当中的一些东西去等待着你，或者是你可以去探寻。世界无边无际，你终于自由了。所以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可能在你小的时候18岁之前，可能会有一些觉得过得很迷茫，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爽，或者是你觉得自己不够有力量。但是等你长大之后，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是等待着你去探索的。而你要找到的这个社区，我觉得很多这个能量里面应该是你长大之后会遇见的，会寻找的，会吸引到的人们。他们可能是你的比方说你后来的这个 family， 包括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也有可能包括你在这个职场当中会遇到的跟自己一起去创业跟自己一起去做事或者是你在读书的时候当你走出去，你去求学，可能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新的伙伴是这些人最后成为了你长大之后所选择的圈子所以是火元素2。所以我看到就是一个新的自己已经出现了天高任鸟飞，最后你就可以在无边无际的天空当中去飞翔，去表达自己，去传递你的声音这个是第三组牌的朋友。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祖先的一个提点你究竟是谁呢？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有些朋友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感觉到这种强烈的连接，因为第三组牌的朋友刚才讲，重点你们的能量特色就是这个连接，这个中间人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个连接的感觉的话，那么就不要停下来，继续去找，继续探寻一定是最后成为中间人和连接这个能量会让你最开心，OK， 最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我们的第一张牌呢，就是自由的灵魂，自由的心。刚才我特别想说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有很强的 rebel 的能量，就是这个叛逆或者是反叛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它不是讲的一个不好，它讲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只有自己勇敢的去 say no 就是去拒绝去不同意，去抵抗一些东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挣脱。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去潇洒，我们才能够去走入自己想要去我们所谓的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决定，才能够到达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其实是一个来到这一世的地球你就需要去反叛，你就需要去抵抗，你就需要去不同意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叛逆的人。那么叛逆的能量呢，能够带给你所谓的觉知，能够带给你这种真正的了解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途径或者是一个方法。那么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叛逆的能量，我们所谓的自由的灵魂，最后能够让你飞起来。我这边看到了很多和翅膀有关的能量。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看我们的凤凰，我们这边的龙，我们这边的小精灵，就是很自由，飞起来自由。那么风、自由和翅膀，它也代表着声音，就是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表达什么，你想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你想说什么事情，你想跟谁说，你想到哪里，这个东西都是需要空间和自由的。所以来自这个祖先的能量也是在讲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是自由的灵魂，你们有自由的心，你们需要给自己所谓的这个结束的能量，然后呢去获得你需要的自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这个叛逆者，你就是这个反叛逆的人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能量第二个呢是 inventor， 这个是发明者或者是创造者。那么当你去反叛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否定一些事情的话，那么我相信第三组牌的朋友一定在你心里啊，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可能不够好，或者是你看到新的可能，所以你是一个发明家，你很聪明的。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很聪明，你要相信自己，你其实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不管你原生家庭也好，你成长的环境也好，或者是你一直以来听到的声音，无论这些声音是多么的和你自我的能量相背道而驰，相违逆，你都要相信你自己，你是天才。他们只是没有看到，或者是看不懂你天才的地方在哪里，你的天赋究竟在哪里，你能做什么东西。因为能够读懂这个所谓的理解是需要同频的，所以你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在一个跟你频率不一样的环境里，那么你需要去了解自我，然后呢去重新选择来到属于你的环境，属于你的频率里面。在这里你就可以去无尽的去发挥你的特长，去无尽的去发挥你的这个中间人的能量，去我们这个发明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再创造更好的，去提高或者是提升，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啊，用你的天赋，用你的灵性，用你的这个聪明才智啊，去打开我们现在或者是我们当下还没有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可能是科学有关的，可能跟电子有关啊，可能跟这个思想有关，或者是跟这个旅行有关，可能会在交通方面啊、传媒方面啊、物流方面啊，对不对啊？发挥这个你的独特的光芒啊，发挥你独特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音和这个书，你的思想也有可能会起到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推动力，来帮助很多可能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显化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都是这个 rebel， 都是这个原型性格的原型，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做成，都能够真正的就是抵制得住这个压力，真正的挣脱宝剑十，真正的让自己的这个 rebel 革命或者是反叛的能量能够出来。所以说战胜黑暗就是光明战胜黑暗就是光明。我们能够看清楚黑暗，就需要自己的内在的光足够的强烈，足够的光亮那么这样子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相信你在这一世的地球一定能够看到属于你独特的风景，一定能够享受你来到这一个地球里我觉得是那个最特别最独特的自我。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所连接关于你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的所有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四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澳洲红碧玉。好，我把它放到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能量是来看一下有关于自己的究竟你是谁呢？那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为什么？有没有什么使命？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命运？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到现在为止你还不知道的关于自己的另外一面呢？今天我们要来去确认，我们也可以来解惑，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些自我的探寻呢。通过这一期的来自宇宙的信息和指引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第四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抽到的指引牌关于你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那么我抽到的呢是那个大天使 Michael。然后我们今天的这组牌里面大天使 Michael 呢，它还对应了一个脉轮的能量就是那个海底轮。所以有些朋友呢，就是你听完这期占卜的话，我也会建议你听一下七大脉轮里面的一个海底轮的信息，看看你有没有感应好，那我们现在回来那第四组牌的朋友，究竟你是谁呢？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究竟是为何呢？大天使 Michael 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其实它给了我一个一条线，这个能量不像是一个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看到有一部分第四组牌的朋友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你可能对这一组你究竟是谁，可能理解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这样讲，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在这条线的早期，你可能会觉得你来到这一世的地球，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可能会有很强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
你是一个年轻的灵魂，你来到这个地球的时间并不久并不久，你还在学习，你还在适应我们地球的一个规则，或者是地球是以怎样的形式去运转，你还在学习人类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去生活、生存，然后呢，活出真我，活出意义。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早期的能量里面，我觉得你对大天使 Michael 的一个他真正的能量和力量我觉得是理解的不一定能那么的深刻，但是呢，你会对海底轮的能量，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觉的，就是有关于你的安全感。那么这个安全感呢，有来自于我们所谓的人身安全有人身安全的问题，可能你会觉得会不会有的时候自己比方说胆子小比方说有的时候因为一些经历和遭遇害怕或者是说我刚才讲的，你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你觉得自己很想离开。因为海底轮呢，它其实是一个镇压就是把我们的灵魂镇在我们的身体里，镇在我们的地球之上，所以你也许对地球的能量和连接还没有那么的紧密，你会有这种想法和感觉。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够告诉选择到第4副牌的朋友，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牌其实你很多的有关于安全的问题安全感的问题，其实呢，在这一世宇宙会为你慢慢的把它拿掉也就是说你会其实在这一世里面感觉到更多的那种有关于安全和安全感相关的问题呢，会越来越好。挑战呢已经在为你解除了，那么在这一生这一世里面，其实你是有这个运气和运势的来更好的去学习，更好的去融入我们地球的生活，来让自己的生活增加更多的安全感，来让自己走上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天使 Michael 所带给你的这个你究竟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那么我们往后讲这个能量，刚才我讲这个能量是一条线，刚才讲了线的左边，现在我们来讲线的右边。线的右边呢，就是大天使 Michael 他在海底轮的能量已经完全掌握，已经完全能够驾驭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来到大天使 Michael 真正的力量，来觉醒自己真正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你是人类世界的一个保护者。我刚才讲，可能有些朋友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胆子有点小，有点怕。那么战胜胆小，战胜害怕，战胜恐惧，这是你蜕变的过程。当你能够战胜，来到了这个真正自我力量的时候，大天使 Michael 的能量是什么？你会成为守护者、保护者，你也会成为自己的勇士或者是战士。可能我们在看勇士和战士的时候，一般都会觉得这个人胆子很大，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勇士和战士可能他们都会有害怕和胆小的一面，可能会在他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在他小时候，可能会在他以前这个我们所谓的过去式的经历里面，它都是一个过程，它都是一个蜕变。所以当你能够真正的觉醒，来到大天使 Michael 这个能量了以后，我们说这个能量往后走越来越觉醒，越来越成熟了以后，其实你会发现自己的能量和力量越来越强大。你不仅仅能够守护自己，保护自己，有强烈的这种根系的感觉，扎根的感觉，稳固的感觉，你还会第4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守护者这个守护者可能是你像我们在地球上去理解，比方说你可能会是警察，你可能会是侦探，你可能会是律师，你有可能是法官，你也有可能是父母官我们所谓的这个政府部门，你帮助人民，你帮助百姓，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能量的一个升级和转换。那无论怎样我觉得有一种你看这个 Michael 是有一把剑的，大家看大天使 Michael 有一把剑，这个剑是干嘛的呢？它既是守护之剑，因为大天使 Michael 的剑是光之剑，这个剑其实是就是一束光，它不是真正的那种什么铁呀或者是钢，它是光之剑。那么这个光是可以斩断业力和枷锁的，这个光也可以斩断痛苦、悲痛、业力的。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就是你这把光之剑的形成的过程。当你有了这股光之力量或者是光之剑，你可以帮助自己，你还可以去治愈别人，所以最后你也有很强的疗愈的一个本领。
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你就是这样自己慢慢治愈自己，慢慢的自己越来越强，慢慢自己越来越勇敢，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有力量了。那么你不仅能守护住自己，你还能守护住你想守护的，或者是你爱的人们啊。所以在这个，我觉得有关于这种律法、规则、正义、道德啊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会是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一个强大的领域。也许你们会对这些事情很敏感，比方说啊，弱小的群体啊，包括这个小动物啊，我们这个地球的能量啊，不仅仅是人类了，还有地球里的一些弱势群体啊、濒临物种啊、人类的发展的未来呀，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人工智能啊，人类将何去何从呢？我们的安全问题啊，一直都是可能从古至今都在面对着不同的安全隐患和不同的安全问题。那么这些可能都是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非常擅长的，你们感兴趣的，或者是你们的天命之所在。可能有一些朋友当前就像我这样讲，其实我会觉得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会比较的稍微散一点，因为你们的能量是一个很强大的族群，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其实属于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就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早期，有些朋友可能在中期，有些朋友可能是在这种已经非常成熟了稳定的能量里面，那么你们会对于这个能量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刚才讲从这个能量线的左边到能量线的右边，它是一个系列，它是一个你蜕变的过程，它是一个整个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就像是那个星际种子在不同的阶段里派送不同的星际种子来到我们的地球，去帮助我们做某一件事情，完成一个巨大的使命。那么我想告诉第四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应该就是这个大的一个使命里的其中一个人，你不是单一的那个，你是很大的一群人里面的，因为你们要完成的这个使命和任务非常的巨大，非常的伟大。那么你们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蜕变、不断的觉醒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发现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的力量，并且把这一束力量的能量传播出去。这个是第四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天使 Michael 我感觉到的所以你看大天使和天使很大的不同是什么？或者你去比较大天使和守护天使，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大天使它其实是管所有的天使，那么无论我们人就是每个人吧，你看都有一个守护天使，他只是跟着我们一起的，而大天使是管所有的人的，无论你的守护天使是谁，你都可以去寻求大天使的帮助。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能量的不同嘛，大天使管的是所有，就像你的能量一样，你不是管一个很小的能量，第四组牌的朋友，你要管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你在一个很大的集体能量里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大天使的能量在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指引牌里面非常的强大的一股力量就正在这个地方，红色的，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今天我们还有2张牌给大家抽的第一张牌，你究竟是谁？我抽到的是海星。第二张牌，你究竟是谁？我抽到的是神龙。好，2张牌能量非常的有特点就像我刚才讲可能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是一个很大的族群，你们的能量在不同的阶段，它的觉醒程度的不同，将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好像不太一样，但事实上你们是一群人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海星 Intuition， 这里首先我们的这个元素很明显是水元素。海星的能量就如同还在蜕变、还在成长的你，在这个能量里，你去问你究竟是谁，你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其实这个能量它在告诉你，你需要勇敢的走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倾听你灵性告诉你的一些能量。比方说有些事情它在告诉你不要怕，不要慌张，不要紧张。就好比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地球，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拥有的资源、财富远远要多于可能古时候的那些人，对不对？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什么汽车呀，对吧？以前都是马车，现在是汽车。远古的人马车都是那个皇宫贵族，但是我们现在是很多人都能够有机车，对不对？摩托车、电动车有汽油车，对吧？我们都有这些东西。
相对比于古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很富裕了，我们其实已经资源拥有很多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可能古时候他们不行的时候并没有焦虑，并不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东西没有。可是相对比较于我们今天的人类啊，我们在一个信息非常透明，非常瞬间就能够看到一些信息的地方，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反而会因为一些信息，因为一些别人的生活，可能还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比方说本来应该是很富裕的、很富足的东西，我们相对于自己的心态，反而会觉得自己不足够，反而会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者是不够多，或者是想要更多和更好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羡慕的能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会拥有嫉妒的能量，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海星的能量就是在告诉第四副牌朋友，我觉得关于你是谁，你一定要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那么理解，我们这边看到是水元素，用水的能量把你带到真正那个平静的清凉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的灵魂将受到一种水元素的洗涤，同时你还将用水元素去连接我们整个地球和宇宙，去感应到，去连接到来自于你灵魂深处给你的那个声音。所以少一点的逻辑分析或者是脑袋告诉你理解出来的他更多你更少，或者是你更多他更少，这个都是我们在逻辑里面脑子里面想出来的东西。我们要放下这些脑子里想出来的构建出来的东西，我们要能够用自己的心去感受，感受的是我们现在肚子饿不饿呀，我们要去感受现在我们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呀，我们要去感受我们现在是不是安全的呀，我们要去感受自己现在的环境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呀。我觉得是更多的感受，更多的一种宁静，将会帮助很多第四副牌的朋友，让你们的灵魂更加的接地。你看我们的海底轮扎下来，比方说你现在住的房子一室一厅，打个比方一室一厅的，你可能每天都在想如何努力，如何拼命才能够换有3室5室或者是大房子，对不对？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这个想法我觉得它是一种正向的，表示你很热爱生活，你很想去往上走。可是呢，如果这个能量它过于的强烈，而让你有点焦虑的话，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其实我们生活真正需要的东西很简单，只要我们能够吃饱穿暖，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遮风挡雨，其实人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在这样子能量里，也许你就不会那么焦虑了，也许你就会更多的去了解自己，从而打开真正属于你的我觉得是这个灵性成长的这个道路。那么你将不断的去进化，不断的去觉悟，不断的去往前，你将更加适应地球，你也将在地球我觉得是吸引更多的属于你的宝贵资源，因为你的能量很特别。第四组牌的朋友，你要吸引的资源，你要吸引的人非常的特别。那我们就讲一讲怎么特别。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这个神龙。为什么是神龙呢？因为这个龙有翅膀，它是可以飞起来的。而且这个龙呢，我们看这个龙后面它有这个可能是这个梵语它在守护一个门户。这个神龙它在守护一个门户。那么今天这个神龙它讲的是大地盖亚的一个门户，所以它是一个真正走入地球的一个门户。因为这个大地的能量是盖亚是盖亚的能量，所以我看到就是什么呢？当你第4副牌的朋友当你真正的觉醒，当你真正的了解你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以后，当你真正的有了这份安全感，不再焦虑，相信宇宙增加更多对自己能力力量的认可和信任的话，你就会不断的去，就像一个传送门，把你不断的去传送到属于你的那个地点。那么在那个地点，你就将觉醒你大天使 Michael 要给你的这份力量。这个力量可能是你了解了很多事情，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你看懂了很多事情，所以你不再害怕，而是把这所有的经历，所有看到的，所有听见的东西变成你的能力，变成你的信仰，变成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我们最后看到是疗愈，是修复修复一些伤害，修复一些痛苦，修复一些业力，修复这些东西，因为有大天使的那个光之剑去修复它，
并且成为真正的勇士和战士啊，不再害怕，不再像比方说欺负你的人不再向他们低头，不再去害怕跟别人有一些冲突，正面的一些对抗，因为有些冲突是这个没有办法去回避的啊。比方说很简单的打官司，可能没有人喜欢打官司，没有人喜欢去跟别人去辩护啊。那为什么我们有司法机构和司法系统呢？就是因为有些事情必须得通过司法或者是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它。因为每个人他可能遇见的事情，他可能会了解的事情，以及他的职责之所在都各不一样。有些人呢过的是小日子、小生活，有些人呢必须去承担，或者是这个肩膀就是要去承担一些事情。能力大的人承担的就多，所以第4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这个能量里面，其实也有一股责任的能量也在你们的这个能量里面。那么你们责任，当你的能力到达一定阶段，你就会自然的去觉醒这份力量它所带来的责任感，你自然而然就能走到那个位置上去做你想做的，去完成你想完成的，去守护你想守护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3张牌。我觉得第4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其实我觉得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一种感觉通过自我的一个成长和蜕变，最后变成了守护者和勇士。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塔罗牌里的信息，你究竟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呢？来看一下。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是金币1，第2张牌是战车，哇，OK，首先呢，金币1它是一个魔法的一个钱币，它其实呢能够帮助你我觉得是地球上的一块钱地球上的一块钱。这里呢在告诉我，很多朋友你在地球之上你需要的是一个机会，或者是你会承接住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将帮你打开地球的一个门户，也就是地球当中能够去完成你使命的一个大门。这个东西呢可能会跟一个贵人的出现有关，也有可能呢会跟一个机遇同时并存。那么当你收到这个魔法的钱币，或者是我们地球上理解的这个1元钱也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机遇或者是这个资源以后，你就会打开自己的一个道路那么这个呢也有可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或者是你看到一件事情它所触发给你的一个感悟，或者是给你的一个觉醒，或者是给你的一个激活，你就知道你不想再像以前那样过，你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去想，你不想再像原来那个样子去做，可能从这一个机会开始，你就会走上自己的路这个是我看到金币1，所以土元素的1号牌代表着起始而且是地球能量3D 世界里的起始。我刚才讲过，有一部分的朋友，对不对？你们是初来到地球不久，你们是年轻的灵魂，但是你们的责任大，你们的使命很重，你们还在不断的适应和学习我们地球里的一些事情，包括地球里的好的以及地球里的问题。那么这些都将去打开你接下来的路。不要想着去离开，因为我觉得金币这个能量给我的感觉不是去离开，而是真正的去开始，真正的去守护，不是去逃避，而是稳稳的接住土元素1。所以第4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有的时候想逃避问题，不要逃避，因为你的能量是稳稳的接住，稳稳的抓住，或者是勇敢的面对。当你能够有这份勇气了以后，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完全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打开和螺旋。我听到是螺旋，就是那个能量你逃避以后，这个能量就是关闭。你勇敢的面对以后，你去试一试，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你的能量的这个频率和维度就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一个魔法大门它是以这种次方的这个能量的变化把你传送到你真正应该到的那个位置，土元素1。好，然后呢，我们的第2张牌，这个是塔罗牌里的能量战车。
战车两个能量，第一个呢就是勇敢的往前啊，这个战车是往前的，所以第4组牌的朋友，你们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的经历，在这些经历里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摔跤，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吃亏，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经历一些让你悲痛的事情，或者是让你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让你很愤恨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就好比一个催化剂，就好比一个点你的一个东西。你之所以能看到，你之所以能够经历，其实它也是一种所谓的缘。这个缘就是把你打开，把你的能量激活。你要勇敢的去成长，你要勇敢的去突破自己。战车牌。第二个呢，战车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为谁而战，守护着谁。这个为谁而战，其实就是去守护谁。我们一般都不是去为自己而战，很多时候啊，当然了，我觉得第4组牌的朋友啊，也许你的第一次我们所谓的这个 fighting 就是为自己而战，但是最终我觉得第4组牌的朋友，你们是为他而战，就是为你想守护的，为你想保护的，为你所爱的人而去奋斗。这个战啊，是奋斗的意思，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实现一个很难的，但是却你想去实现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伟业。战车牌，很多很多的爱啊，这边其实第4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爱得很深沉，你们的爱其实也非常的伟大，你们的爱其实有很强的保护欲，这个是你们的能量啊。战车牌。好，最后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能量，最后呢是来自于你的祖先给你的一个提示啊，关于你究竟是谁，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祖先的一个提点。感恩宇宙啊，我们看一下你的祖先给你的提点啊，究竟是什么？你究竟是谁呢？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感恩。好，来第4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的第一张牌是这个 mentor coach， 这是教练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老师，首先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教练吧。其实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修行者啊，修行者。为什么会走上修行的这个路？很多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时候啊，其实是因为心里有苦啊。有的时候啊，心里有苦，可能是为自己苦，可能是为别人苦。大家想一想啊，其实那个释迦牟尼佛吧，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吧，就是我的理解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之所以他想去从王子变成这个修行者，也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国家的人民的苦，他想去寻找一种方法，他想去寻找一种道，对不对？这个道呢，能够使人们不再痛苦，能够使人们解脱，所以他首先自己就亲力亲为的去悟道。那么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呢，我今天看到的这个教练，这个导师，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第4组，在你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看到别人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一些机缘，都是一些能够让你走上属于自己的那个路的一些基石吧。那么当你走了过来，对吧？当你明白了怎么走过来，也就是说你找到了自己的道，你就会成为别人的导师，你就会成为别人的领路人。这个就是我对于导师的一个理解 mentor。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这边我刚才听到就是也有可能你们会成为健身教练。为什么是健身教练呢？因为可能在健康方面你们可能吃过亏，或者是在健康方面你看到别人吃过亏，你想在你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人生的这个
价值和意义的追寻的道路当中，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个是我看到的导师的能量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老师了啊。我们看到了导师，我们看到了老师。那么老师是什么呢？老师，我曾经听过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定义，他说的是老师是比学生先学到，先学懂。所以呢，在这个能量里，我是很喜欢这个定义的，因为在这个能量当中，其实他把学生和老师的能量没有划分的那么的高低之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个学生，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学生的这个经历，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学生，那么每个人呢，其实也都会有可能成为别人的老师。所以，学生和老师的这个能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是同时并存的。还有一句话是活到老学到老，对吧？它是并存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个老师的能量是，你可能会学到很多。在这一世来到地球，你是一个求学者，你是一个求道者，你是在我们的地球去学习、去适应、去了解。那么你的价值、你的意义，你为何来到这一世的地球呢？就是你要通过自己的一个经历，通过自己的一个求学之路，通过自己的学习之路，来领导或者是引导别人，让他们少走弯路，让他们能够开悟，让他们能够获得幸福，让他们能够离开痛苦。因为这个大天使麦克的光之剑是什么？疗愈之剑，是斩断业力、斩断痛苦的剑。那么最后呢，你就会有这把剑，你就能够去成为别人的老师，你能够把你的道教导给别人。第四组牌的朋友，所以我们刚才看这个，我刚才就讲嘛，其实第四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要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是完成一件我们在讲伟业，但是这条路不容易，这个经历不容易。你们要么呢就是要学习很多，要么呢可能是经历很多，要么呢也有可能会学习和经历一起不断的去突破自我，不断的去你看我们从一个很弱小的我感觉到就是那个海星。最后蜕变成了神龙，这个过程就是看起来很伟大，那个是表面的，可是这个过程呢，要经历多少次蜕变，要经历多少次的觉醒，要经历多少次的挣扎，最后才能够到达这里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是不是？所以呢，在这里就祝所有第四组牌的朋友，祝你们成功，祝你们可以早日的实现自我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